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钟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防疫期间大家还好吗？希望各位一切平安，再坚持一下，我相信很快的，大家就可以回到过去那种平静的生活了。加油！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是如何透过 C3 建立一款英文图卡听音的游戏。在这款游戏的游玩族群设定在小朋友，希望在游戏过程中也可以带来一些寓教于乐的功用。先来看看这款游戏是怎样子。首先，进入游戏后，你可以看到版面上有 A 到 Z 总共26张英文图卡，每张图卡代表一个以英文字首的动物。当你按下任何一张图卡后，系统会展示该图卡，并且念出该图卡的英文拼音。Ant, butterfly, cat, dog, elephant, fox, goose, horse, iguana, jellyfish, kangaroo, lion, monkey, narwhal, owl, pig, quail, rat, snake, turtle, unicorn, vulture, walrus, X-ray fish, yak, zebra. 小朋友可以反复透过点选卡片来得知该动物的英文发音，透过手、眼、耳的直觉刺激，得到更加的学习效果。接着是测试环节，点选萤幕右下角左方的问号按钮，游戏会进入测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萤幕上会出现3张英文图卡，然后小朋友可以听到一段以英文发音的内容， Lion, lion, 接着就可以从中间选出一张正确的英文图卡。游戏会回馈正确的答案，并且在萤幕上正上方累积正确的次数与错误的次数。 lion. Yes, kangaroo. Yes, goose. Yes, cat. Yes, iguana. Yes, turtle. Oh no. Oh no. Oh no. Yes, 直到正确次数累积到30次，游戏就会公布这次游玩的成绩。 yak. Yes, snake. Yes, dog. Yes, fox. Yes, goose. Yes, 包含答题30次总共花费的时间，以及答题的正确率。小朋友可以反复的进行这个步骤，取得更快的答案时间以及更高的答题率。这样的过程不但生动有趣，还极具挑战性。好，这就是这款游戏的游戏流程。至于要怎么做到这一款游戏的样子呢？让我们接着说下去。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准备素材，素材包含以下几个。第一个 A 到 Z 的单字选择，这边我参考了多个市面上既有的图卡，整理出 A 到 Z 总共26个英文单字，主要是以动物作为成员。当然你也可以依据你的需求选择蔬菜水果、常见玩具等等来作为26个英文单字的成员。第二个 A 到 Z 的图片建立，依据上面挑选的成员，准备26张对应的图片，你可以自己画，或者是到网络上搜寻适合的图片。第三个 A 到 Z 的发音建立，同样依据上面挑选的成员，录制26个对应的英文发音，储存成 M4A 或者是 WAV 的档案，以便汇入这个游戏专案。接着我们来看看图表列表、测试环节、成绩发表这3个阶段的设计。在图表列表阶段，我们需要设计单张卡片，这边卡片总共有27个动画，其中编号0的动画是引入一张什么都没有的 PNG 图档，所谓的什么都没有其实就是去背之后的图片。那剩下编号1到26的图片则采用刚才准备好的那26张图片。这边要提醒一下，26加1张图片大小要一样，你可以透过图片编辑软体，好比说 Panda 来达成。接着给卡片2个变数，一个是 ID， 一个是 ANI。ID 在测试阶段会用到，后面再说明。ANI 则是对应到的动画。在程式里面可以透过 Set Animation 这个功能，来依据该变数的数值指定到所需要的动画。触发的条件是，当 ANI 这个变数大于等于0的时候，系统其实会持续的设定动画。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背景的无穷回圈。然后让我们编排好这26张卡片，并且逐一设定 ANI 这个变数成为1到26，就可以看到 A 到 Z 的图卡个别显示正确的图片了。接着是发出英文的声音，我们先将准备好的26个英文发音放入专案之中，这边建议转成 M4A， 汇入 C3 之后会自动编码成 WebM 的格式。接着新增 Audio 以及 Touch 的物件，新增完之后就可以编写触发条件 Untouched Card。
触发之后，除了展示更大张的图片在中间，还可以透过 Audio 来播放指定名称的音效档案，那就可以听到对应的英文音效了。Fox. 在测试环节，当玩家透过问号按钮进入到这个 layout 后，就会进入出题的阶段。首先决定这次出题的编号，这边采用 int random 26加1，这样就可以产生1到26这之中其中的一个数值。再来，这里我们需要一个 card box 的卡盒，我们可以透过阵列来达成。需要设定0到26，代表0到26张卡片，也就是 none 0 A1 B2 C3 一直到 Z26。接着决定这张正确答案的牌要出在哪个位置，采用 int random 3加1，范围是1到3。如果是1，就是左边那一张；如果是2，就是中间那一张；如果是3，就是右边那一张。依据决定的位置，将卡片放在对的位置，也就是变数 random 1、random 2、random 3的位置，顺手把卡盒内指定的卡片删除，这样等等随机其他卡片的时候才不会被选到。接着就是随机选择卡片咯。以左中右3个位置来说，如果该位置没有被放入那张正确的卡片，那就从剩下的牌盒中取出一张牌，透过卡片本身的 ID 设定成指定的动画，这样就可以显示出这回合考题所需要的图片了。当玩家按下图片后，系统会判定这个答案是否与图片的动画编号相同。如果相同，会累加正确次数，加1成功次数，跳出绿色加1，设定此次结果为1，让画面显示出成功失败的回馈图片。如果不相同，会累加错误次数，减1成功次数，跳出红色加1，设定此次结果为0，让画面显示出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图片。其中，因为成功次数 total success 会被加1或减1，这个数字是有机会降到0以下的，所以针对这个数字在减1前，要先看看它是否大于0。另外，成功次数如果超过30次，我们就可以将玩家带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成绩发表的阶段咯。我们在测试阶段中会有一些统计数据，包含正确的次数、失败的次数、游戏的总时间。这些数值可以呈现给玩家，让他知道在这一回合中他的具体成绩为何。第一个当然是游戏时间，测试玩家是否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通过30次的成功测试。第二个则是成功率，这个数值其实是用以下的公式算出来的，具体的意思就是用正确次数除上总次数，会得到一个 0.0 到 1.0 之间的带有小数点的浮点数。在这里我们乘上了100，可以让它的数字落在 0.0 至 100.0 之间。最后再配上一个 int 的函式，就可以确保最后的答案是正整数，它的范围就会落在0到100之间咯。好，以上我们挑选了一些重点的部分进行解说。如果你需要深入了解，还是建议参考说明栏里面的原始码 URL， 去下载下来之后再仔细去看看里面的内容吧。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还请您不吝啬按赞、分享、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影片的最大动力。哦，还有工商服务时间一样，本次的游戏英文图卡以及影片内的插图都是由我们家的绘师小杨创作，他目前有创作了2款耐贴图，分别是就是咩的咩咩咩咩日常，以及就是咩的咩咩咩咩日常 Part 2。由于现在是防疫期间，他也只能在家里画画插图，补贴家用。如果这2款插图有合您的胃口，还请多多支持参观选购。在这里我替他跟您致上12万分，有12万分的感谢咯。OK，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忠义，始终的忠，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